为什么不必要的动作最打动人？用行为科学拆诚意那把伞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特别怪的事？我们真正会记住一个人的时刻，往往不是他做了那件最贵的最隆重的事，而是他做了一件其实完全可以不做的，小到不能再小的事。你回忆一下自己被谁真正打动过，是不是常常都是这种多余的瞬间？今天想跟宝子们聊的就是这个。而且我不打算走哎呀好暖好感动那条路，今天我们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把它拆开看。其实怎么说呢，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起因是网上流传的一段户外活动的片段，突然下雨了，一个艺人把伞收了起来，走到观众中间跟大家一起淋，然后他鞠了个躬，停了几秒，大概意思是叮嘱台下观众注意安全，路滑小心。这个人是诚意。我先把话说在前头，在我看过的所有临场细节案例里，这一组是拆起来最漂亮的一个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听我慢慢讲。说回现场，表面上大家看到的东西其实很简单，下雨、收伞、淋雨、鞠躬、叮嘱，就这么几个动作。反应吗？基本就一个感觉，好暖。我完全同意，这确实很暖。但你要是只看到暖这一层，就把最有意思的部分漏掉了。因为暖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真正值得问的是，同样是台上的艺人，同样是下雨，为什么这一组动作能钻进人心里，而换一套规定动作就不行？说完表面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。先说一个概念，行为科学里区分两种动作，一种叫规定动作，或者说剧本动作，流程单上写好的，你必须做的，走位、挥手、说好的那句谢谢大家。另一种叫自愿动作，没人要求你做，你做了也不加分，不做也没人怪你的那种。关键就在这儿，人的大脑对这两种动作的打分系统是不一样的。规定动作，大脑会自动打个折，因为它知道这是你应该做的，你不得不做的。而自愿动作，大脑会给一个溢价，一个真诚溢价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你本可以不做，但你做了，所以我信你是真的。你拿这个去套诚意收伞这件事，收伞绝对不在流程单上，没有任何一个执行团队会在流程里写艺人此处淋雨，它是流程外的。而且这里是重点，它是有真实成本的。真淋就是真湿，真湿就是真冷。户外下雨的场地，说实话还有点风险，这个成本是实打实付出去的。我知道讲到这儿一定会有另一种声音，有人会说，这不就是作秀吗？摆拍吗？这个我得停一下认真说，恰恰是行为科学能把这个质疑给挡回去。你想想看，真要作秀，最聪明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？是做规定动作，挥手、飞吻、比心，零成本、零风险，效果稳定。反而是淋雨这种事，它的成本高到不划算，你要真湿、真狼狈，还得承担现场风险。一个纯粹算计的表演，通常不会选一条这么贵的路，成本本身就是非表演性的证据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与其说这是演，不如说这是一个人临场的判断和分寸，而这种分寸恰恰是装不出来的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还在后面。咱们说那个鞠躬，鞠躬谁不会啊？问题是他停了几秒。别小看这几秒，身体语言里有个特别反直觉的点，同一个动作停留时长不一样，传递的诚意是完全不同的量级。一个一晃而过的点头和一个弯下去稳稳停住再起身的鞠躬，观众的身体是能感觉到差别的，哪怕他说不出为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停留这件事也是有成本的，快速带过是最省事的，而多停那几秒意味着你把自己暴露在那个姿态里更久，更久的不变，更久的注视。大脑又一次读到了那个信号，他愿意多付出一点。时长在这里就等于诚意的计量单位。我不是100%确定他当时具体停了几秒，这个数据我得保留意见，但那个停的动作是清楚的。
而这种对停多久的分寸感，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它不是偶然，它是长期在台上对现场有感知的人才会有的肌肉记忆。这种东西攒不了价。但你要是只看到这儿，还是漏了最关键的一层。最关键的是他叮嘱的那句话，他关心的不是你们记得来支持我，而是你们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这两种话差别大了去了。一种话的主语其实是我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它是关于自己的。而你们路上小心，主语变成了你们，它是关于对方的。行为科学里有个挺稳的结论，当一个人的关心是指向你的，而不是指向他自己收益的，你会更强烈地感到被在乎。因为他没有回报预期，他惦记你路滑，跟他的数据、他的热度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是一种纯粹向外的关注。说白了，前一种是感谢你对我好，后一种是我担心你。哪个更戳，你自己品。所以你回头看这三个细节，收伞、鞠躬停几秒、叮嘱路滑，它们表面是三件事，底下其实是同一种能力的三次显形，都是流程外的、有成本的、指向对方的。这不是三个巧合，这是一个人稳定的临场判断，在三个瞬间同时亮了一下。行了，扯了这么多机制，咱们把它变成一个你能带走、能用的东西，给宝子们一个判断工具。下次你想判断一个人对你，或者对一件事是不是真诚，别光盯着他的规定动作看，那些是最容易做的。你去看他的流程外动作，问自己三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件事他做不做都没人会怪他吗？如果是，加分。第二，这件事对他有没有真实成本、时间、精力、面子、舒适度？成本越真，越可信。第三，他的关心是指向自己的收益，还是指向你？越是指向对方，含金量越高。这套框架，诚意这个案例算是把三条全占了，所以它才这么标准。但重点是，你把它拿去看你身边的人，看职场，看关系，一样管用。下次你再被谁不经意的打动，你就知道该去看的，不是那个动作有多大，而是它在不在流程里。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记住的常常是那些本可以不做的动作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因为必须做的事证明不了一个人，只有他不必做却还是做了的事才证明得了。诚意那把收起来的伞，分量就在这个本可以不做里头。懂它的人其实早就懂了，这种稳定的分寸不是哪一场临时演得出来的。最后留个问题给你们，评论区聊，真正打动你的到底是那个动作本身，还是他本来可以不做这件事？我猜答案会分两派，咱们评论区见。今天这期就到这儿。满身亮片却不显土，看懂诚意这套黑金高定为什么显贵？满身亮片。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同样是穿满亮片、满身闪的衣服，有的人一站出来你觉得哇高级，有的人你第一反应却是这有点用力过猛。同一种元素，同样闪，结果天差地别。你说这到底是差在哪儿？我跟你讲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肯定是那件衣服贵呗，高定吗？其实不是，真不是。你猜怎么着？我最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一套造型显不显贵，关键往往不在亮的地方有多少，而在暗的地方够不够多。这句话现在听着有点绕，别急，这一整期我就掰扯这一件事。今天不聊八卦，不讲别的，就死磕一个点，为什么越暗反而越贵？听懂了，你自己明天早上挑衣服都能用上。好，那咱们先得说清楚一个概念。搁专业里，这叫视觉层级，说白了就是你的眼睛一次其实只想认真看一个地方。你想想看，你走进一个房间，如果墙上、桌上、地上哪儿都是亮闪闪的装饰，你什么感觉？乱，对吧？你的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可要是整个房间是沉稳的深色，只有一盏灯或者一幅画被打亮了，你的视线啪一下就被吸过去了，而且你会觉得这地方有品位。拍照也一样，
PPT 也一样，你要是每一页都用5种颜色、7个重点标红，那等于没有重点。真正会做的人，一页就突出一个东西。这个原理有个说法叫 Single Focal Point， 单一视觉焦点。核心就一句话，给眼睛一个明确的落点，其他全部退让，兜底。焦点越干净，那个焦点就越有力量，整体就越显得，用咱们的话说，高级、克制，有钱花在刀刃上。那问题就来了哈，按这个逻辑，满身铺满亮片，那不就是到处都是焦点，应该显乱吗？可现实里，偏偏就有那种满身亮片，你却觉得贵到不行的造型，这不矛盾了吗？哎，这就是我今天真正想拆的地方。咱们上一个具体的例子。2026年初，程毅在超酷音乐盛典穿了一套 Germanier 的2026秋冬巴黎高定黑金亮片西装。这套呢，是这个牌子7月刚在巴黎发布的新品，据报道面世不到1个月，是国内首穿。这个国内首穿我以官方口径为准，标个待核实哈。现在关键来了，你光看满身亮片这4个字，很容易以为它是那种通体金光闪闪，恨不得晃瞎你眼的舞台服，对吧？很多人对亮片的刻板印象就是这样，但你真去看这套的工艺细节，完全反着来。我说说它到底怎么做的。整套西装的底子是哑光的黑色丝绒，注意这2个字，哑光，不是亮面，不反光。然后那些亮片和碎钻呢，是手工缝制的，而且是渐变疏密，有的地方密一点，有的地方疏一点，金色的光点是错落着散开的，没有一整块大面积的金色色块。你品品这个做法，它表面看是加法，加了满身亮片，但真正让它高级的是背后那个巨大的减法，大面积的哑光纯黑，把整个画面稳稳兜住了。暗场足够多，足够沉，光才有地方爆出来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它不是到处都亮，它是用一大片暗去衬那一层游走的光。所以你看，它非但没有违反单一焦点这个原理，它恰恰是把这个原理玩到了极致。整件衣服的焦点不是某一颗钻，而是光在暗底上流动的那个整体效果，它是一个统一的焦点，不是一堆互相打架的碎焦点。这里我得替这套设计和造型团队说句公道话。有人可能会嘀咕，满身亮片会不会太浮夸，压不压得住？我倒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问反了。在这么一个哑光兜底，光靠疏密说话的框架里，他要的就不是浮夸，而是冷冽、克制。能把这种克制感穿出那股沉稳金贵的气场，说白了，是气质和衣服互相成全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效果不是随便谁套上就有的。好，说到这我得再往里看一层，因为有个细节特别值得说，就是鬓角的碎钻。妆发上，在耳侧鬓角的位置也点了细碎的钻片。你可能会想，等一下，你前面不是说单一焦点，别到处加吗？那这鬓角又加一处亮，不是自相矛盾了？问得好。但这里有个关键区别，呼应不等于分散。鬓角这一点碎钻，它不是在跟衣服抢戏，另起一个独立焦点，它是在呼应衣服上的光，用同一种质感的光点，把脸的位置和身上的造型，用一条看不见的线串起来。搞造型的管这个叫呼应，你也可以理解成给整个造型闭环上了个锁。少了它，衣服是衣服，人是人，两张皮。有了它，从鬓角到衣身是一个完整的、说得通的整体。这是个很高级的处理，它证明这套造型不是只把衣服穿上就完事，是妆、发、服被当成一个系统来设计的。这种完成度，说实话，挺见功力的。行，聊到这，我给你一个能直接拿走用的东西，不追星你也用得上。下次你自己挑衣服，或者拿不准一套搭配的时候，问自己3个问题就够了。第一，谁当焦点？这一身，你希望别人第一眼看哪儿？一套里最好就一个主角。第二，暗场够不够？你有没有留出足够安静的地方，纯色的、哑光的、不抢眼的部分，去把那个焦点衬出来？
记住，焦点的力量是暗场给的。第三，其他元素是呼应还是抢戏？每多加一样东西，你就问，它是在延伸那个主焦点，还是在旁边另开一个战场？是呼应，留；是抢戏，拿掉。就这3条。所以下次你再看到有人满身亮片，别急着下结论，你先去看他的暗场比例，按得稳不稳，你基本就知道这套行不行了。其实说到底，诚意这套之所以火到被全网拆成普通人可抄的公式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是，一套红毯造型，最后变成了大众的免费穿搭课。宝子们，这就是所谓红毯及教程的价值，一个真正做的讲究的造型，它的影响力是会外溢的，会变成很多普通人衣柜里的参考。这份把克制穿出分量的功夫，懂的人自然懂。那最后，我给你留个具体的小挑战，不是让你点赞就完事哈，是真去做一下。你现在就去翻翻自己的衣柜，找出一套你以前穿过，但总觉得哪儿不对，有点乱的搭配。然后用刚才那3个问题过一遍，焦点是谁？暗场够不够？有没有元素在抢戏？试着改一版，很可能你只需要拿掉一样东西，整套就对了。改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拿掉的是啥？我挺好奇，看看是不是大部分人的问题都出在同一个地方。